明星的嫌弃有多明目张胆？不得不说，职场中的三六九等被这群名利作俑者玩得明明白白，什么样的段位匹配什么样的资源待遇，各大同台会场不仅仅是争奇斗艳，更多的是较量和嫌弃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被同行嫌弃的明星们。1. 杨洋、迪丽热巴。长相帅气的杨洋之前和迪丽热巴合作了一部作品，两位都是娱乐圈最受宠的明星，一直被频频爆出传出恋情，满足了不少 CP 粉的胃口。讽刺的是，在发布会上，杨洋不小心触碰到了迪丽热巴的肩膀，当时这位女神不知道是为了避嫌还是嫌弃，直接火速靠后，气氛非常的尴尬。毕竟是一起合作过的搭档，还是在剧组共同生活过的人，有必要这样刻意保持距离？站在理性的角度来讲，杨洋出道多年，不少小迷妹追捧，早前传出的绯闻，迪丽热巴遭到了不少人的讥讽，也许是为了避嫌，所以刻意的保持距离，避免粉丝们之间起冲突。但是从当时的站姿来看，杨洋站在 C 位，很明显两个人的分量呈现出了不对等的姿态。迪丽热巴如此敏感，真的是为了避嫌？搞笑的是，风水轮流转之后的一场活动中，导演专门将镜头跟进迪丽热巴，在她坐到杨洋旁边的时候，这个男孩直接坐得远远的，一点也没有给对方留面子。可能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就是一个保持距离，毕竟对两个人都好。那么为何导演要给出这样一个特写镜头？很显然，有些事情的答案不言而喻。2. 鞠婧祎。在发布会现场，作为搭档的曾舜晞想要再比心，加深一下 CP 感，不成想女神一脸的嫌弃，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对方，似乎是在说你在搞什么。面对媒体的镜头，鞠婧祎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脸上的表情有多么丰富，只能强忍着心中的嫌弃，配合对方做出一个比心的姿势，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尴尬。毕竟对于鞠婧祎来讲，自己和对方完全不是一个咖位，拍摄完作品之后，就算是完成了彼此的任务，没必要再去做这一系列的动作，搞得彼此非常的尴尬。万一传出绯闻，岂不是有些掉价？换句话来讲，如果对方是肖战这样的顶流，相比鞠婧祎就不会这般的抗拒，而是完美的配合对方，从而达到双赢。不得不说，娱乐圈中的地位从来都不分男女，只是论咖位，名气稍高的人永远都在透露出傲慢的姿态，眼里容得下比自身名气资源好的人，却鲜少可以容下没有名气的人。鞠婧祎也好，冯绍峰也好，都将这一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，稍有不慎就是被牵连。作为公众人物，所有人都注重自身和同行的一言一行，却鲜少有人重视生活中的细节，不尴尬。3. 袁冰妍和程毅。袁冰妍和程毅也是不相上下，隔着屏幕都能将尬到屏气呼吸。在发布会上，这位女神突然悲伤，就像是准备好了一样，手拿白色的面巾纸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站在一旁的程毅没有给予任何的安慰，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直视着前方，似乎对于他来讲，袁冰妍无关紧要，没必要去做一些安慰的举动。要知道，娱乐圈非常现实，稍有不慎就会传出绯闻和恋情，分分钟影响彼此的事业走向和发展。但从某种角度来讲，这也是一种炒作的手段。但程毅不屑如此。视频曝光之后，不少人觉得这位男神就是傲慢，对袁冰妍明目张胆的嫌弃。从某种客观的角度来讲，洁身自好不给对方造成困扰，何尝不是一种尊重？程毅应该如何安慰，或者说以什么样的立场安慰？倘若传出一些亲密的举动，是否对他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？袁冰妍有情绪上的波动，作为旁观者的我无法理解。要知道，娱乐圈中的很多艺人为了刻意博眼球，都会做出一些无下限的行为。发布会现场如此的动容落泪，真的是情到深处无法自拔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对于这个答案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通过程毅的表情，可以判断出他的无奈，捕捉到一丝丝的真相。4. 倪妮和陈坤。除了袁冰妍之外，还有倪妮也面临过这样的尴尬。可能在女神的心里，觉得自己和陈坤的关系很好，所以她说话的时候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，但从这个举动来看，就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。要知道，陈坤出道多年，也算是一个大咖，这样拍肩膀的行为，多数会出现在一些家庭中，就像是长辈对晚辈。倪妮这样的姿态，很明显就没有给予任何的尊重。关系好可以理解，但无形之中将陈坤放在一个比自己低的位置，可想而知会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。陈坤原本还在微笑的脸，突然多云转阴，写满了无奈和无语，整个人都是不耐烦的样子。顺势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，脸上写满了不屑和嫌弃，仿佛衣服上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。不得不说，娱乐圈中的交好非常的微妙，到底谁和谁的关系好，细节说明了一切。对待周迅这个闺蜜，陈坤可谓是两肋插刀，这些年来无论走在哪里，都是小心翼翼的呵护，就像是多年来恩爱的夫妻。反观倪妮，真可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真正的友情都体现在细节里，关系好不好，行为举止和脸色早已说明了一切。5. 苏芒和章子怡。相比较倪妮，章子怡的戏相对来讲更耐人寻味一些。
苏芒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和刘嘉玲对视的时候，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和颇有深意的笑，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言而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苏芒和章子怡曾经可是亲密无间的好闺蜜，这样的嫌弃并非是第一次发生。被锁定为时尚大魔头的苏芒，想当年也是话题女王，她做出了很多上不了台面的行为。微博之夜的时候，坐在有妇之夫潘石屹的大腿上，之后秀合照的时候，直接裁掉了对方的妻子以及洪晃。作为陈凯歌的前妻，洪晃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面对苏芒这种拜高踩低的行为，含沙射影地给予了回应和讥讽。后来章子怡奥迪秀场归来，分享了一张照片，算是正式的决裂。章泽天和刘雨昕坐在旁边，他和刘嘉玲两个人坐在中间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当。直到另外一个视角的合照曝光，原来苏芒也参与了拍摄，只是被章子怡无情地裁掉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风水轮流转，女人们的友情猜不透，上一秒可能还是闺蜜，下一秒就成为了一个笑柄。但是苏芒走到这一步能怪谁？尽管曾经为章子怡造势，但即便如此，8两换来的也不是半斤。随着苏芒跌落，知道没有利用价值的章子怡迅速将其送到了冷宫。面对好姐妹递来的嫌弃，她也只能哑巴吃黄连，一个人咽下所有。6. 张颂文，女明星存在这样的行为，男明星也无一幸免。狂飙大火之后，张颂文可谓是一战成名，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。可能冯绍峰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是身旁这个不起眼的男人，自己视若无睹的存在，未来会绽放出别样的光彩。某个活动现场，张颂文和童瑶花式比心，气氛非常的融洽。当时的他是寂寂无名的存在，出道多年没有得到业内的重视和肯定，缺少一个绽放自我的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童瑶没有给予任何的冷漠和嫌弃，两个人互动看起来非常的温馨。也许这就是不红之间的快乐，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突兀，但大家都乐在其中。冯绍峰就像是一个空气一样，冷漠的直视前方，脸上写满了各种的不屑，似乎坐在两个人中间是一件非常掉身价的事情。不得不说，倘若是今时今日，张颂文名利地位双拥，得到了一众粉丝的肯定，不知道冯绍峰是否依然淡定。娱乐圈一直都有隐形逻辑，谁的咖位高，谁的资源和人脉就比较庞大。不得不说，这一点在张颂文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也许只有同层次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同身受。以冯绍峰当时的段位来看，不屑与之为伍符合高冷男神的人设，但这样的姿态真的是喜欢交朋友的人设，各种各样的嫌弃呈现在众人面前，着实让人赞叹。娱乐圈的丛林法则才是真正的现实，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况，至少每个人都会考量到面子上过去。结合上述的这些嫌弃瞬间，对于不红的艺人来讲，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待遇。虽然都是艺人，都在兢兢业业的拍戏，身后什么样的背景、资源等都成为了权衡利弊的参考标准，是否真的存在友情，也许真的很少很少，毕竟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。